特种兵执行任务，被猪打死，意外穿越到连饭都吃不饱的60年代。开局面对原主破碎的身体，恶毒爹妈竟让他自生自灭。当家的他都躺了快1天了，而且送回来时流了那么多血，8成是就不活了。准备后事吧。想不到我堂堂华夏第一特种兵，居然被猪砸死穿越了。此时他却眼前一黑，瞬间觉得头痛欲裂的感觉，一股最属于他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好家伙，这是原主的记忆，懦弱的爹，恶毒的妈，受气的妹妹和破碎的他，这就是原主的2个妹妹，真可爱。我上辈子是个孤儿，反正也没什么牵挂，急来之则安之，既然占了他的身体，这俩小不点就帮他照顾好了。二哥你醒了，我去给你倒水喝。要不送他去医院看看，老大已经被野猪撞死了，他也被野猪撞死，我以后可怎么活啊？送医院？梁国柱，你钱多是吗？你看他那病殃殃的样子，老娘看他都不用到半路就双腿一蹬了。反正我没钱，我的钱还要给我儿买肉，你休想打我的主意。你要是觉得他还有救，那你就找你老娘去借钱，要么干脆把那2个赔钱货卖了凑钱，反正也是吃干饭的。也对，养儿还能防老，闺女还真没啥作用，反正迟早也是别人家的。就像你家那大女儿一样，嫁那么远，几年了，回来看你一下了吗？隔壁村的刘老汉正好需要童养媳，他家儿子虽然是个傻的，但是人家说给50块彩礼呢。躺在里屋的梁振国听到他们的谈话，对他们已经失望透顶，随即就拿着铁锹出了屋。马兰，你要是再敢打我2个妹妹的主意，我就拿铁锹先敲死你儿子，再把你也敲死。反正我死过一次了，你不怕我弄死你儿子，你就试试。马兰被梁振国的话吓了一跳，一下就被吓哭了。梁国柱，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他要弄死我和我儿子，你管不管？我好歹也是他继母。她是你娘，你简直是大逆不道。要知道，你娘和我刚刚还担心着你呢。睁眼说瞎话还得是你，我就算是没有听到你们的交谈，有原主的记忆，也不会信你们的鬼话。你接着休息吧，好利索点就去地里上工。随即他和马兰就走了。当他们离开时，梁振国却突然被一股莫名其妙的能量给吸走了。特种兵穿越60年代，开局八卦农场空间到手，不仅可以加速农作物生长，还可以大量养殖动物。这就是穿越金手指空间吧？有了这么大的地，我以后耕种满地也饿不死了。你们几个小畜生出来吃饭，吃饭还要老娘叫，真是欠你们的。梁振国看着面前的观音土，就气不打一处来。爹，你觉得我们兄妹就吃这些合适吗？你还好意思说？你昨天都没上工，今天能给你吃观音土就不错了，还想要什么？如果按这样算的话，那你3天2头往你娘家跑的时候上工了吗？每次回来你吃的比谁都多，而且我记得我的工分比你的还多吧？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话？就凭你脸大吗？有什么资格？就凭我是你爹的媳妇，就凭我是你娘。你这个没教养的白眼狼，你那短命的娘就是这样教你尊重长辈的吗？滚出去，今天没你的饭吃。一向强势的马兰见不得梁振国反抗，当即一巴掌就要往他脸上招呼。梁振国顺势躲开，马兰用力太大，摔在了一边。得了吧，你是我爹媳妇，但你没资格当我娘，你马兰连给我娘提鞋都不配。小玉，端着菜带妹妹回屋吃，哥哥在这，我看他们谁敢动。反了你一大早发什么疯？她是你娘，懂吗？你居然直呼她的名字，还又打又骂的，你有没有点长幼尊卑的？梁振国直视着他这个便宜的爹，平静说道：在这个家，除了他自己儿子，谁承认她是我娘？有天天逼着自己孩子吃观音土的娘吗？我娘跟了你20几年，我和小玉才是你儿子女儿。哦，还有我那惨死的大哥，你却护着他和别人生的野种，你就这么喜欢当绿头王八？我不活了，我让这小畜生骂成这样，梁国柱你管不管？你不管，我们就离婚。狗东西到现在了，还要给我泼脏水！你这个倒反天罡的小畜生，老子今天打死你！老三家的，你一口一个小畜生，你骂谁呢？就在梁振国准备和他那便宜爹打一架时，门口一道老太太的声音突然传来。母亲刚去世，父亲就娶了个寡妇进门，不仅把兄妹当牲口使唤不给吃饭，还把婆母公爹赶出家门，甚至还让重伤的儿子自生自灭，就连2个女儿都要卖了换粮食。没成想却被奶奶听个正着。奶奶，你怎么过来了？根据记忆，自从马兰入门不到半年，就跟爷爷奶奶闹了不止一回了。虽然他们没分家，但也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了。二娃子，昨天快黑天时，你爷爷去捡柴，碰到了秦丫头，奶奶才知道你受伤了，所以奶奶来看看你。如果不是老婆子早早就到了门口，
还不知道我宝贝孙子和孙女在这个家原来过的是奴才和丫鬟的日子啊！老三家的，你们就没打算给老婆子一个说法吗？如果是别人听到婆婆的质问，做儿媳的早就低头认错了，毕竟这个年代就没几个儿媳不怕婆婆的。但马兰偏偏是例外，当即否认道：娘，都是这个小畜生乱说的，我可没有亏待过他们。再说了，这是我家的事，你就不用管了。只要他是我孙子，我就管得了。怎么，老三是要和我老两口断绝关系？还是奶奶这招狠，直接把想断绝关系扣在他们头上。不管是后世还是现在，他马兰和梁振国敢众目睽睽下和自己老娘断绝关系，那他们注定是被村里人给喷死。西岭村他们就不用想待了。这个老三以前是自己最疼爱的，却没想最后却是最不孝的。老三，你就直接说你媳妇在这个家是怎么对我孙子孙女的。周围的村民看他们家吵架，都来看热闹。院子里围的人越来越多，梁国柱觉得脸色挂不住。娘，这就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家丑不可外扬嘛。梁振国见他又想跟往常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顿时打断道：爹，怎么就是小事了？我昨天病了一天，他连饭都不给我准备了，今天又是让我们吃观音土，分明就是不想我们活。你还说这个是小事？他既然想和稀泥，那我就把事情上升到最严重的地步，管他马兰有没有这个想法，给他扣个帽子再说。奶奶一听，气得拐杖直往梁国柱腿上招呼：你就是这么当爹的吗？连自己婆娘都管不了，别人想吃死你儿子都无动于衷。你不是不知道这几年吃观音土死了多少人？娘，他就是乱说的，哪有做娘的要吃死儿子的？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污蔑人，你们老梁家太过分了。二娃可没说谎，俺们天天都能看到马兰给他们3个吃观音土，那玩意可真能吃死人。昨天我昏迷躺在床上的时候，马兰说1分钱都不会给我看病，让我自生自灭。他昨天还提议要卖了我这2个妹妹，那2丫头把他当亲娘对待，任他说什么都听，他心事有多黑？这可了不得，我们村可从来没有过卖女儿的人家，这马兰真不是个人。在这吃野菜啃树皮的60年代，男孩却要跟父母分家，独自带着2个妹妹生活。只因母亲刚去世，父亲就娶了青梅竹马的寡妇进门，而他们兄妹却成了只干活不吃饭的牲口。我要分家，今天就分。分家？二娃子还有2个丫头，以后和你分家过，以后他们和你梁国柱再没有任何关系了。梁国柱错愕地看着老太太，他难以相信自己老娘居然让他儿子和他分家。说是分家，但更像是断绝关系，只是为了他最后那点可怜的脸面没有明说而已。不行，娘，哪有儿子不成家就分家的？这不是让人笑话吗？成了家我也没打算分家，娘话里可是让二娃和我脱离关系，那二娃岂不是白养了？不分家难道让二娃子和大娃一样被他那恶毒的后娘害死吗？分家或者你和马兰离婚，你必须选一个。见梁国柱不做选择，奶奶转身对门口人群中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说道：魁子，你是村长，你来做个见证，并且把书面证明开了，写得明明白白的。婶子，要不你和国柱再商量商量，毕竟分家不是小事。不用了，魁子，这个家现在还是我老婆子做主，刚刚让你见笑了，今天必须分家。就这样，最后的结果是梁振国带着2个妹妹到奶奶家住，然后分得20斤粗粮，10块钱。小玉、小圆儿，咱们以后去奶奶家住好不好？那我们以后还回来跟爹住吗？不回了，以后都不在这里住了。还有，以后那个女人就不是你们娘了，你们跟哥哥好不好？我们跟着二哥，二哥去哪我们就去哪。就这样，梁振国带着2妹妹，把能带的通通带走。不到半个小时，3人就收拾好了东西，跟着老太太朝着村委的屋子走去。爷爷，二娃，你带2妹妹扛一堆东西干啥？快放屋里，等会儿让你奶给你们做点饭吃。你们去屋里放东西，我来和你爷爷说。随后，奶奶就和爷爷说了家里刚发生的事情。不多时，他就听到了外面老爷子的骂声，看样子也是气得不轻。二哥，我们以后是不是没爹没娘了？以后哥哥会一直陪着你们，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哥哥保证，以后不会让你们饿肚子。想吃什么，哥哥都给你们弄回来。想天天吃肉，哥哥也保证给你们弄回来吃。要想办法上后山看看了，原主就是被野猪撞死的。凭我特种兵的身手和枪法，靠山吃山也饿不死。在这饭都吃不饱的60年代，男孩却带着2个妹妹跟爷奶顿顿吃肉。只因他有个八卦农场空间，不仅有时间加速功能，还能意念收取外界物品进入空间。现在干旱，这河里水都没多少，怕是鱼苗也都没有了吧？
空间里有个水池，但是里面没有水，我试试能不能把水收进去。随着梁振国的想法，空中就出现了一个漩涡，把水源源不断往里面吸进去。行了，不能再吸了，再吸这条河就没水了，村里人要渴死了。上山去看看。梁振国进山后就展开精神力，方圆100米的一切在他的精神笼罩下一览无遗。随后他跟着精神力指示，把鸟蛋、野鸡、野兔都收到了农场空间里。进村时，梁振国手中提着一只野鸡、一只野兔，背着一捆柴，晃悠悠的往爷爷家赶。二娃上山打柴回来了。天啊，二娃你咋还抓到了野鸡野兔了呢？花婶坐着呢，这不运气好被我碰到了。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刚好给俩老人补营养。二娃真是孝顺的孩子。我记得花婶的男人是大队的计分员，儿子也都在大队上工，万一以后有用到的地方也不一定。花婶，下次我再抓到野兔跟你换。好孩子，那下次抓到什么了？婶拿其他东西跟你换。梁振国刚进门，却发现家里还有一堆人，是他二大爷一家。二大爷，还有大龙哥，你们也在啊？你小子家里发生那么大的事，也不知道找个人来喊我。要不是在地里干活时你临财叔跟我说，我还被蒙在鼓里呢。二大爷来给你送点吃的，你上山了。二大爷两手山，一见梁振国回来就是一顿暴饮。说着说着，才发现他手上提着的兔子。二娃子，你怎么跑山上去了？没有受伤吧？山里危险得很，不仅仅是野猪，山里可是还有山神爷和熊瞎子的，以后可别去了。二大爷家少吃点，怎么也能匀你们3个小娃一口。梁振国心中一暖，二大爷是真在关心他。靠山的孩子哪有不上山的？之所以二大爷反应那么大，是因为他大哥就是上山打猎受伤，最后才没的。二大爷，我只是在外围转转，没进深山，正好今天都在，我去把鸡和兔都做了。别了，看你没事就行，我们回去了。家里还有2个小的呢。这野货我也不会处理，正好哥哥们都在，帮帮我处理了，咱一起吃。我山上的陷阱里还有几只呢，我今天拿不回来就藏里面了，明天去拿出来就行。你小子还怪能说的。随即一家人就都忙活了起来，美美的吃了一顿晚饭。吃完饭后，梁振国回到厨房，把提前盛出来半碗鸡汤端出来。爷爷奶奶，我去给秦嫂子送点鸡汤。秦嫂子以前也没少救济我们，没她我们可能早饿死了。那确实应该的，你带着小鱼一起去吧。这姑娘心肠是好的，小鱼都是她帮着奶大的，就是命苦了点。没几分钟，他便到了秦薇的门口，敲响了门。谁啊？嫂子，是我，振国。听到是梁振国的声音，秦薇才放心的打开门。虽然记忆中知道秦薇的模样，但他此刻见到时依旧感觉眼前一亮。他的容貌身姿都难以让人忽略，这对血气方刚的梁振国来说真的太致命。怪不得他以前奶自己孩子的同时还能奶小鱼儿，是真的资本雄厚啊。陈哥能娶到她是真幸福啊。嫂子，我今天上了趟山，抓了只野鸡炖汤，给你和小兰留了点。不用不用，振国你留着给老爷子他们。嫂子，去拿碗收着吧，我又不是没吃过你家的肉。昨天你还给了小玉一个窝窝头，现在跟我客气啥呢？刚刚小兰肯定也闻到肉味了吧？小丫头应该也馋了。况且我今天还有别的事来求你帮忙的。那嫂子就收下了，你俩先进来吧。谢谢你，振国。秦薇红着眼眶，她没能力去弄到肉，小孩又需要营养，这半年只有自己爹来看她时才有机会吃到肉。你刚才说有事找嫂子帮忙，啥事儿和嫂子说说。嫂子，你家的枪还在吗？他今天来的目的除了给他送鸡汤，还打算借枪。毕竟上山没有把像样的武器，心里总没安全感。振国，你要经常上山打猎，至少短时间是要上山的。你也知道，我现在要照顾2个妹妹，就算每天拿满工分，也就那么点粮食，钱也没多少。现在肉食供应越来越少，听说就连大工厂的工人1个月的定量也就几两肉票，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呢。所以我想打点猎物，直接去4、9城换些粮食，肯定能换到。那好吧，枪还在，我一个女人又用不了，我给你拿去。随后秦薇拿着一把枪就出来了，虽然这枪有些老，但2手的也要大几百。你要用多久就先用着，不过你上山可要小心了，最好不要进深山。还有子弹只有这么点了，我都给你拿来了。子弹还剩30、40颗，省省用还能用一段时间，毕竟我也不会天天上山。嫂子，你也不提条件就把枪借给我，单单这些子弹都值2块钱了。你要就借给你，要什么条件啊？你又不是别人，至于子弹我留着也没用。嫂子，刚说了我不会跟你客气的，东西我就收下了，每次打到猎物我再给你送肉。我一个寡妇，你送多了村里会有闲言的，会坏了你名声。只要不影响到你，我怕啥？要是有人问，如实说就行了。村里那些长舌妇传我闲话的还少。清者自清，那是他们羡慕嫂子你的美貌，这事情在农村屡见不鲜。你比我还小几岁，倒是会安慰人，以前怎么没发现呢？不过嫂子如果怕影响我名声，那嫂子就给我介绍个姑娘呗，要求不高，跟嫂子一样漂亮的就行。梁振国的话把秦薇听得俏脸微红。哼，这还要求不高？不过嘛，还真有哦。
我妹妹长得就比我好看，她还跟你一样大，但要看看你能不能让我满意。这是早着呢，嫂子天色也不早了，我带小鱼儿先回去了。他俩回家的时候天都黑了，但是到了院子里，爷爷奶奶还一直在院里。我记得这个点爷爷奶奶平时都睡觉了，应该是看我们还没回来，才一直在院子里。奶奶，你们快回屋，以后不用等我，院子里凉。这年头晚上除了睡觉也没别的娱乐项目。说完，一家人就各回各屋睡觉了。第二天，梁振国一起床就感觉到自己体质变得更好了，感觉肌肉变得更加结实，力量速度也进一步提升了。去空间看看。梁振国看到农场里的野鸡和野兔明显长大了好几圈，原本的野鸡蛋也已经孵化，就像是时间过了10天8天，已经长成了成年大小。看来这个八卦农场不是能起到催化生长的作用，就是时间流逝不同。按这个生长速度，大概4天我就能得到一群成年野鸡野兔了。随后，他又把目光放在了空间另一边的黑土地上。既然草原上的动物能够加速生长，那种在黑土地里的农作物呢？随即他突然想到昨天二大爷带来的土豆，他直接就在黑土里把土豆种了下去，然后到院子里和爷爷奶奶说了以后不下地上工的事，就背着枪继续上山了。快到山脚下的时候，却听到了一个渐渐的声音：哟吼，这不是梁振国吗？这两人就是之前原神被野猪撞又打了他一顿的那2个二流子，一个叫二狗，一个叫铁牛。怎么不认识爷2个了？看来打的还是轻了。梁振国眉头一皱，眼中甚至闪过一丝杀意。我不去找他们，他们就该谢天谢地了，还敢来主动招惹我，肯定认识啊！这不是我家的傻狗，还有蠢牛吗？见几天前被自己打得半死的梁振国敢骂自己，铁牛顿时大怒，握着拳头就想上来揍他。你他妈找死是不是啊？耍嘴皮子是要代价的，那把枪就是你的底气吧？是秦寡妇家的那把吧？二狗惦记秦威也不是1、2天了，对他家的情况自然有所了解，这把枪他自然知道。这二狗这么勇，连枪都不带怕，难道他也有？随即梁振国用精神力扫过2人，才发现只有二狗怀里有把小刀，另外就是还有5毛钱。是不是关你屁事，傻狗？那臭娘们还装得那么正经，现在连枪都给了你，怕是床单都滚了不知道多少回了吧？这贱人！好狗不挡路，不知道吗？傻狗！随即梁振国推开他俩，就向山里走了进去。狗哥，咋不修理他一顿？你是不是怕他有枪？有枪有个屁用，他敢开枪吗？你用脑子想想，这是在他们村，你说打起来他要是喊人，那被修理的就是我们了。等他进山，我们再打断他的狗腿，谁都帮不了他。而且那把枪也能抢过来，我早就打听过，能卖400、500块呢。他们的谈话被梁振国一字不差地收入脑海。梁振国此时也决定，要是在山里遇到他们，一定先下手为强。梁振国这次没在外围过多逗留，只用飞石打了2只野鸡2只野兔，就直奔深山。走了不到1个小时，在他的精神探测范围内，赫然就看到了野猪群。运气可真好，一共6只，2大4小，看样子应该是一家了。大的2只，一个应该有300斤，另一个只有200多斤。他观察了下周围的地形，很快梁振国便想到了一个办法：不能开枪。野猪虽然凶猛，但意识到危险，他们也会跑的。先在这边挖个能装下所有野猪的大坑，用树叶遮掩一番，然后去后面开枪，让他们往陷阱里跑。有空间在，他连铲子都不用，直接把土收进农场空间里，几个陷阱毫不费力就挖好。随后，梁振国才绕到野猪群后方，抬枪直接瞄准最大的那头公野猪。砰！子弹直接命中公猪头部，其余的野猪朝着陷阱的方向跑去，直接都掉了进去。6头猪啊，1000斤左右，大收获。先收回空间，再去弄点小猎物。梁振国又把坑都填了，免得哪个倒霉蛋掉进去摔断腿，又换了另一条回去的路，继续他的狩猎。过了2个小时，又收获了2只傻狍子，便准备出山了。刚离开深山范围没多久，二狗和铁牛2人便出现在了梁振国的精神探测内。狗哥，这瘪犊子是不是死在山里了？都多久了还没出来？谁知道？他死不死不重要，可别把我的枪弄丢了。很快，二狗脸上就露出了笑容，他看到了梁振国，还有他手上的猎物——野鸡、野兔，还有狍子。哈哈，不错不错，你们还怪好的，特意来等我。现在可不在你们村子，等等就让你知道嚣张的后果。看在你给哥俩打了几只猎物的份上，只要你乖乖把枪给我们，并且跪在地上喊我们几声爹，再让我们打一顿出出气，那我们就放过你。不然，今天就打断你双腿，让你在山上自生自灭。你们可真残忍啊！随后没等二狗继续开口，梁振国突然上前一步，2个手掐住2个人的脖子，用力一扭，他俩就没了气息，不堪一击。这下待在山上的就是你们俩了，在山上过不了一会就被野兽吃完了，查也查不到我头上。随后他带着打到的猎物继续往家走去。哎呀，二娃回来了，今天打了不少好东西啊。花婶，刚巧碰到你，昨天答应跟你换肉，这倒是省了我再去通知你的。要野鸡还是野兔？花婶你自己选。狍子的话，我要送到4、9城的收购站，看能不能在4、9城换点粮食。爷爷家粮食也不多了。好嘞，谢谢二娃，婶换只野兔吧。花婶，这只大的给你，
你看看咱们怎么换呢？这二娃还真会办事，敞亮，谢谢二娃。咱们这样换吧，婶给你3斤棒子面，1个大南瓜，这是婶娘家最近送来的，你看这样行不行？梁振国刚听到3斤棒子面时，差点把野兔抢回来了。3斤棒子面也就不到3毛钱，他的野兔可是有9斤，虽然比不上猪肉，但绝对也值6、7毛，这还是收购站的价格。要是在黑市，那得翻倍，还供不应求。棒子面虽然不值钱，不过有1个南瓜还算凑合。有了南瓜，我就能在空间种了。好嘞，花婶，我听你的。野兔你先带回去，棒子面和南瓜我晚上再去你家拿。花婶拿着野兔匆忙往家赶，一路左看右看，生怕被人抢了似的。二娃子，今天收获这么多，没受伤吧？爷爷，我没事。还有1只野兔，我跟花婶换了1个大南瓜，还有3斤棒子面，明天烙南瓜饼吃。这野鸡野兔咱们就留着，狍子我明天带去4、9城，看能不能换点粮食。虽然这天气肉能放个2天，但我们也吃不完，要不都拿去4、9城换了，或者让你奶做成咸肉，省着点吃。爷爷留着吃吧，可以给二大爷送1只野兔。秦嫂子那我打算分只野鸡给他，毕竟是他借的枪，不然这只跑到外围的傻狍子就被他溜跑了。另外1只野鸡我们这2天吃了，野兔可以做成熏肉的，每天都能有点油水。你们和妹妹都可缺营养了，要不补还是我来安排，不然按奶奶的节省，怕是不知道要吃到猴年马月，长期以往对老人小孩的身体都不好。奶听你的，不过秦丫头那晚点再送过去，懂吗？奶奶，我晓得。小花，你去喊你大龙大虎哥，让他们来拿野兔，顺便帮忙把狍子开膛了，要不然放到明天怕是要坏了。随后等他们来处理完狍子，又推辞了半天，才拿着兔子开开心心回家了。晚上梁振国又拿了1只野兔来到了村长家，和村长说自己上工的事情。奎叔在家呢。二娃，吃完饭没？怎么这个时候来叔家？奎叔已经吃过了，今天来主要是跟你说我暂时不去地里上工了，还有今天上山不是打了不少猎物吗？顺便给奎叔送个兔子。你小子傻不傻？这年头哪有把肉往别人家送的？快拿回去！无功不受禄，哪怕林奎见到兔子眼睛都亮了，也没有丝毫动心。看得出奎叔不是在客套，难怪他在村里得人心，送到家的便宜都不占，可见他为人多么有原则。奎叔你就收着吧，也是感谢你前2天为我争取了20块钱，而且我还有个小忙想让奎叔帮，你不收我可不好意思开口。有啥事情你小子就直说。奎叔，我想买些蔬菜种子种在爷爷家的后院里，所以想着让奎叔帮忙开个介绍信给我。这个年代种子都是对公的，没有介绍信，说破嘴皮子人家都不可能卖力。一般如果种植的种子不够，是可以再去买的，但一般都是代表村里去买。这有啥的？大爷家后院才多大，都是自家吃的，也用不着多少种子，不是多大问题，你就给二娃办了吧。行，不过二娃你可别宣让，还有兔子也拿回去。放心吧，奎叔，我不会到处说的。成功拿到了介绍信，他才去花婶家拿棒子面，还有大南瓜。我可是听说了，今天梁振国那小畜生可是打了好多猎物，而且我还碰到了李春花，今天也提着1只野兔，他家又没人上山打猎，8成是那小畜生给的。这养不熟的白眼狼打了猎物，不知道来孝顺你这个爹，居然给了外人，我们多久没有吃到肉了？你跟我说有什么用？都分家了。梁国柱虽然也不满梁振国分肉给外人不给他的行为，但他心底对马兰也有一丝怨气，毕竟就是因为他儿子才分家的，导致他现在还被人指指点点。分家又怎样？就算分家了你还是他爹，打到猎物就该来孝顺我们。好了，明天我去找他要。永福也好久没吃肉了。梁国柱给自己上门分肉找了个理由，他觉得给自己小儿子总比给外人强。次日一大早，梁振国瞟了眼农场空间，里面一切都有条不紊，野鸡野兔都成年了，想吃完全可以宰杀了，土豆也长出了叶片，过2天就有收成了。吃完早饭，梁振国把昨天处理好的狍子装入编织袋，背上便出门了。振国，一大早去哪？4、9城。振国，你背着是什么呀？爹有事和你说。关你屁事，有什么事快说吧，我赶时间。你是要去4、9城卖狍子吗？这可要不得，现在可不能买卖，那是投机倒把，咱们留着自家吃就好。谁说我要卖狍子了？我是去跟别人换粮食，总不能我家没粮食吃了还不给换吧？这老娘们一开口就在打歪主意，还一副为你好的姿态。振国，还是不要去了，终归还是有风险。4、9城那么远，狍子就不要卖了，多了你和你爷爷他们也吃不完，你分一半给爹拿回去，当是孝顺你爹了。想要肉还不直说，打着关心的幌子来占便宜。你这臭嘴一张一合就要我一半的狍子，凭什么？就凭你脸大吗？说到孝道，谁都有资格说这2个字，就你马兰不行。你说这1年里你有给爷爷奶奶送1粒粮食吗？1粒都没有。当初分好的责任你全丢给二大爷家，连公公婆婆你都不赡养，你他娘的怎么有脸跟我说孝顺的？现在还来打我换粮食的狍子主意，你马兰存心是想饿死我们吗？梁振国喷完马兰，
又对着梁国柱痛心疾首地说道：“爹，我最后再喊你一声爹，我知道是马兰怂恿你来的，但这老娘们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吗？这个家被他搞成这样，你看不见吗？你要清楚，你才是当家的，是他马兰嫁到我们西岭村，不是你入赘他马家湾。永福是叫梁永福，不是叫马永福，懂吗？”梁振国喷完，顿时神清气爽，越过马兰和梁国柱，大步朝村外走去。你看看你这个儿子，训你跟训孙子似的，你这个没用的废物，你儿子都看不上你。你还有脸说？他说的哪句话不对？你要好好孝敬公婆，能让他抓住辫子吗？说着，他俩就吵了起来。村里人来来往往都乐得看热闹。梁振国走了5个小时才到了4-9城，他的第一个目标却是罐头厂。别动！你是干嘛的？背着的是什么？被枪指着，梁振国背着300斤的野猪，是想放又不敢放，生怕被那小子不明不白的给崩了，急忙大声喊道：“大哥，别走火啊！我叫梁振国，袋子里是一头野猪。听朋友介绍，看你们这缺不缺肉？”闻言，保安将信将疑的收了枪，见状，梁振国把野猪丢在地上，擦了擦汗，是怨气的看着对面的保安：“大哥，没事你拿枪往人脑袋上瞄干嘛？吓坏我了！同志，你也不看看，你背着个大编织袋像什么？我还以为你背着个尸体呢。”振国同志你好，我叫赵有才，刚刚对不住了，肉我们厂肯定缺，厂里这个月连肉末都没有。振国同志，我去喊人，你可别跑啊！几分钟后，厂里出来好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颇有气质的中年男子。此刻的他脸上挂满了笑容。梁小同志你好，我叫林红军，是厂里的后勤处主任。走，咱们里边说话。你们几个把野猪抬上跟着。主任，这头野猪很大，有308斤。没记错的话，这头野猪是这小子扛着来的吧？这小身板，力气那么大。郑国同志，你这头野猪可是解了我们厂的燃眉之急啊！最近一点荤腥都没有。虽然我没问，但也知道很多工人都有了情绪。收购站的猪肉价格是8毛6左右1斤，但厂里肯定不会按那个价格，我们就按1块8毛钱1斤的价格，如何？虽然黑市能够卖到2块5以上，但无法开收购证明，这钱也没法第4个还。这比收购站的价格高差不多1块，也挺好啊。林主任，价格完全没问题，不过我想换点粮食20斤左右，还要一些票，钱就从猪肉钱里扣。这没问题，票据好说，粮食多了我肯定给不了你，但20-30斤我还是能够做主的。以后你要是还有野物，尽管送到我们厂，价格上绝对让你满意。最后，林主任给了30斤的面粉，还有482块5毛，一堆各种票据，还送了很多他厂里的罐头。梁振国便带着这些东西出了罐头厂。从罐头厂出来后，梁振国去供销社给妹妹们买了麦乳精和其他东西，又去种子店买了一堆粮食种子，便去了国营饭店吃饭。大姐，这里有啥菜啊？啥大姐啊？我儿子都比你大了，还乱喊大姐。有啥菜不都挂在墙上吗？要什么自己点。我不是看您长得年轻吗？完全不像跟我差呗。这时，饭店里仅有的2个客人突然笑了出来。刘大姐，我们可不是笑你呀，主要是这小同志说话太不着调了。哼，堂堂一个所长都没人小伙子会说话，下次来看我还给你们留菜不？听到2人有人是所长，梁振国好奇地看了过去。2人气质确实不像普通人，身上的军人气质他太熟悉了。而刚刚说话的那中年人也朝他看过来。这小子一副农家子的装扮，但知道我是一个所长，依旧坦然面对，毫不拘谨，有点意思。小同志，你来饭店还自带菜的吗？哈哈哈！大哥，你咋知道的？我还真带了2个肉菜呢。随即，梁振国把随身带的编织袋打开了一个口子，露出了里面的狍子和小野猪。我的娘耶，这是一头小野猪和一只狍子，你这孩子要来卖野物也不说一声。这时吃饭的孙建文2人也坐不住了，连忙起身去看，但刘大姐却是像防贼一般把袋口子捂住。刘大姐，我们又不抢，给看看呗。吃你们的饭，小伙子，你等等，我跟我们经理汇报一下，看看价格怎么定。刘大姐，咱们饭店收的话，给不给开收购证明的？这个不得不问，这还有一个所长处在这呢，我可不想卖了野猪就到耗子里炖。有的有的，我们饭店是有计划外收购定量的。刘大姐，我们不跟你抢，但给我们加一道红烧肉啊。知道了，等着吧，我去让人称下野猪和狍子。在等刘大姐称野猪和狍子的时候，梁振国和2人聊了起来，知道了他们一个是轧钢厂的保卫科科长黄飞，另一个是鼓楼派出所的所长孙建文。野猪和狍子加起来172斤，梁振国又收入了330块4，还留5斤猪肉出来，让饭店的大厨做红烧肉带回去。小同志怎么称呼啊？领导，我叫梁振国。不用叫什么领导，我叫孙建文，是鼓楼派出所的所长。梁小同志，下次你打到野猪，也可以送到我们所里。派出所所长给他送1只野猪倒也行，交好关系总不会错。小同志，有野物你送到我们轧钢厂，价格肯定比他们所里高。对了，我叫黄飞，是轧钢厂保卫科的科长。难怪能坐到一起，一个科长一个所长。别人说4-9城里随便扔一块石头，10有5-6都能砸到当官的，还真没错。听到轧钢厂时，梁振国心中一动，试探道：黄科长，
你们厂里有没有一个叫傻柱？不对，是何雨柱的厨师啊。还有一个叫易中海的钳工，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没有，有的话我肯定记得。好吧，看来我是想多了。主要是提闸钢厂，我就想到前世某部电视剧和小说，那满院子的禽兽，我还以为穿书了呢。随后他便和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三人都等着自己的红烧肉。吃完后，梁振国便回家一路疾走。他回到西岭村时都晚上了，到家时还没进门，梁振国就听到了小妹小鱼儿的哭喊声了。爷爷奶奶，小丫头怎么了？怎么哭得这么凶？这小丫头片子从天黑后没见你回来，就一直哭到现在，谁哄都没用。小鱼别哭了，二哥给你们买了糖。真的吗，二哥？谢谢二哥。二哥还给你们和带了国营饭店的红烧肉，可好吃了，快出去吃饭吧。白面咱们当粮食吃，桃酥给爷爷奶奶吃，麦乳精给2个小丫头。这些不让二大娘给爷奶和2个小丫头一人做一套衣服，里面还有别的，别舍不得啊，咱都拿出来吃的。二娃长大了，知道养家了。这顿晚饭，一家5口吃了一半红烧肉，还留着一半。不过今晚大家都吃得很满足了。第二天，梁振国躺在床上，想着接下来的计划。本来想在4、9城找个正经的班上的，至于工作指标，只要野猪够多，很多指标都能搞定。但是现在家里还有2个小的，丢在村里都不知道哭成什么样子，还是再想想吧。奶奶，今天我不上山，去东边的大水库钓鱼。我之前跟人学过技巧，看能不能钓点鲫鱼回来。以前你爷爷和二大爷可没有少钓，不过他们是典型的去喂鱼。老婆子，你怎么还当着孙子的面揭我老底儿呢？二哥，我也去。小丫头不能去水边。听到不能去，小丫头嘴一咧就要哭。梁振国赶紧说道：“没事，奶奶，让小鱼儿去吧。我昨天说带她玩的，我会看着她的。”你是真宠这丫头，那就让她去吧，看着点她，可别让她玩水。小玉也去吧，要看着妹妹哦。小玉，那你去问问二大爷家的去不去钓鱼，我去收拾一下东西，然后你们就在二大爷家门口等我就行。随后他从空间拿出提前买的鱼钩、鱼线和其他钓鱼的东西，就出发了。振国，你还有多余的鱼钩不？我爹说家里都没有鱼钩，他说不能白要你的鱼，让我去跟你一起钓，帮你忙。小虎哥，有多的你也去嘛，不上工。爹给我请假了，今天不上，咱们一起去钓鱼。我长这么大还没钓过鱼呢。我跟你说，我爹也是从没钓上过鱼，他有一次嫌丢人，还是从外面买的鱼和别人说是他钓的。没想到二大爷还这么要面子，那就一起去。到地方了就送你几个鱼钩和鱼线，我昨天买的不少。梁振国没想到的是，等到了村口，队伍莫名的多了5、6个小屁孩，他便从空间拿出来一把糖，让小玉分给他们，让他们去帮忙抓蚯蚓，还说钓到鱼一人分他们1条。一行人到了河边，梁振国趁他们不注意，从空间里拿出了碾碎的野兔内脏饵料，放在面前。这是啥？咋那么腥臭？这是用来打窝的动物内脏。小虎哥没听过一句话吗？钓鱼不打窝，钓到也不多。堂弟懂得真多。饵料刚撒下水下，就聚集了一群鱼。梁振国直接用空间之力全部吸到了空间的湖里。随后他把鱼竿抛进了河里，然后用空间之力给自己和梁小虎的鱼钩上挂鱼。我空军了一辈子，我会个屁的钓鱼，不过我有空间。两人开钓3个小时，每人连续上了10几条鱼，数量不至于太离谱，也不至于太少。每次上鱼，几个妹妹都在欢呼，让他这个曾经的空军佬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小虎哥，肚子饿了，我们就在那个树底下烤鱼吃吧。吃烤鱼啊？这堂弟那么奢侈的吗？鱼拿回去炖汤能吃好几顿呢。对，就拿我的来烤，你的大多是鲫鱼，留着回家炖汤，吃饱了才有力气钓嘛。随后他拿出6条都在3斤左右的鱼，直接在水库边开膛破肚，6条鱼没一会就处理好了。小的们，等等吃烤鱼，2人分1条，你们别站着了，快去捡点柴火，烤鱼你们都有份。吃完烤鱼，梁振国又一人给他们分了1条鱼，都开开心心的回家了。快到村口时，梁小虎都快走不动了，他忍不住问振国，你体力怎么变得这么好？以前都没发现，你拎着180斤的鱼走了5公里，还不带歇的，这和以前比强的也太多了吧？就跟嗑了药似的。以前都吃不饱哪有力气，现在吃好了，身体可能再次发育了吧？不过你小子还真大方，一人1条鱼就这么给出去了。没事，都沾亲带故的，何况几个小屁孩也跟着瞎忙活了1天了。也是，要不是你下午喊住他们都能把附近的蚯蚓挖绝种了。随后他们一路回到二大爷家，梁振国也跟着进去，到了水缸旁，把鱼中了几10斤鱼都倒进了水缸。你们这个收获可不少啊！奶奶，我们挑几条大的，剩下的都给二大爷家，他们家人多，鲫鱼就都留下，桶里的鲫鱼也还能养个2天，这几天就不愁鲫鱼汤喝了。奶奶自然同意孙子的安排，2个嫂子虽然觉得不妥，但见奶奶同意，也只能点点头，只是感激的看了几眼这个小叔子。嫂子，小虎哥，那我们回去了。奶奶，
今晚我做饭，你们尝尝我的手艺。不用，让奶奶来，你和2个小丫头去玩。奶，我跟人家大厨学过两手，你和爷爷就等着吃吧。梁振国连哄带推把奶奶赶出厨房。他奶奶做饭不难吃，但一般都是很清淡。二哥，我来给你帮忙，妹妹在爷爷那了。好，小玉你去烧火，再用碗打4个鸡蛋。鱼太大，派一半来清蒸，一半煲鱼汤，然后再炒个鸡蛋，简单蒸几个白面馒头就收工了。哎呀，二娃，你咋用这么多油呢？奶奶张了张嘴，还是不舍得骂。要是其他孙子这般做菜，他早就拿扫帚打过去。奶奶，好吃。放那么多油，就是炒树叶都好吃。奶奶，咱们偶尔做一顿，孙儿下次再给你带回10斤油回来。这么多菜可不能今晚就吃完了，留着点明早还够吃。此时，村长隔壁的林老三全家看着自己9岁的小儿子抱回的那条大鱼，惊讶地说：“小五，这鱼谁的？你怎么带回家了？”娘，是我的，这是郑国哥给我的。郑国哥还给了狗子他们，每个人都有1条呢。郑国，那不是二娃吗？这孩子日子不过了，这鱼那么大，怎么就白送人了？还每人1条。郑国哥钓好多鱼，又大，比小虎哥钓的大多了。而且中午郑国哥还给我们烤鱼吃，一下子烤了6条大鱼。娘，咱们也烤鱼吃吧，烤鱼可好吃了。你个败家的小子，这条鱼咱炖汤能喝3、4天，烤鱼都不够你弟一个人吃的。话说回来，二娃分家后倒是越过越好了，就你们那点蚯蚓，加起来连半个鱼头都不值。也就是你郑国哥心肠好，不然谁会给你们几个小娃娃分鱼啊？就是，而且这鱼还这般大，二娃那么好，亏那些长舌妇还说他目无长辈，当家的那这鱼给了就收着吧。他和梁老三家闹的那点事，你要是听见就说点好话，别让人乱嚼舌头。收了人家的鱼还是得说点好话，何况我没觉得二娃做的有什么毛病。其他几个小屁孩家的情况大差不差，农村人都很实在，不管心里怎么想的，总归是成了梁振国的一份情。第2天，他照常上山，却在山上发现了一个上山打猎带女人，还真是稀罕事。眼前情况危急，3头体型庞大的大野猪正横冲直撞地朝他们冲去。梁振国来不及思考，见那女子躲闪不开，他排枪便打，连开3枪，在他的精神探测下，一枪打中，轰然倒地。小兄弟，多谢你出手相救，不然我和我闺女就交代在这大山里了。举手之劳，谢谢你救了我们。这救命恩人长得挺好看，除了身上的衣服，一点也不像是个农村人。我叫老秦头，小兄弟怎么称呼啊？秦大爷，我叫梁振国。秦大爷，你上山怎么想着带着你闺女呢？这老秦头看着也不像是个冒失的人，带个女人上山不是累赘吗？打了一辈子的猎，是我考虑不周了。昨天我就在这个地方探查过了，当时就发现这里有一头野猪。当时我手里有其他的猎物，打了野猪一个人也拖不下山，所以今天才喊了小闺女上山搭把手。而今天上了山，却没想到足足有6头。要是我女儿有个3长2短，我得愧疚死。爹，现在不是没事吗？你别想太多了。小兄弟，这里血腥味太重了，咱们得快点撤离了。你救了我们，这些野猪都归你了。你可以去喊人来拖下山，我们在树上帮你看着。我打的这3头归我，秦大爷，你打的就是你的。这小子倒是不贪。这样吧，原先我打的2头归我们，其他4头就是你的，而且2头我们刚好能够拖回去。行，那秦大爷你们就先回吧，我是和同村的人来的，等看到记号他们会寻过来的。对了，梁小兄弟，你是哪个村的？可以的话告知一声。我就是山下西岭村的。好，那梁小兄弟，我们就先下山了。父女俩刚下山，老秦头女儿突然顿住脚。爹，那个西岭村你不觉得耳熟吗？好像是姐姐嫁过去的村子吧？西岭村，对，西桥公社西岭村大队，小薇那丫头嫁的不就是西岭村吗？老糊涂了，怎么就没记得这回事呢？老秦头看着他闺女，朝他翻了个白眼，又说道：“你这丫头一路上沉默寡言的，爹还以为你对今天的事儿担心受怕呢，原来是一直在想着梁小兄弟。不过你也成年了，确实该像个男人了。那梁小子相貌不错，之前爹就看到你也偷瞄着他呢，而且枪法也好，在山上讨食不难，为人也还可以。不过还是要打听打听，也许他都有婆娘了都。爹，我没在想他，你乱说什么呢？再说我就不理你了，让你自己扛这2头野猪回去。在老秦头下山后，梁振国也早就收好了野猪，打道回府了。回到西岭村后山外围，他又开始思考着要带多少东西回去了。要给堂嫂猪脚，那就得拿出1头野猪。家里肉不多，尝尝狗荤肉什么味儿。家里一下多了这么多野猪，村里不给的话，多少也有点过意不去，还得拿1头出来送。最后他就定下拿着2头野猪回了村。二娃，这野猪都是你打的？
花婶，我捡到了。郑国哥，你在哪里捡的？还有没有啊？去，啥都不懂，他懂你们的不知道吗？他俩在这聊天，周围围过来的村民越来越多。二娃好本事，这下你爷爷奶奶可有肉吃了。这群村民还挺好的，起码没有道德绑架我分猪肉。各位，今天有幸抓了2头野猪，其中1头呢，我打算分给村里。谁去喊村长来啊？我们去。花婶，你去帮忙跟村长说一下，我怕他们说不清。这下这些妇女才知道他没有在开玩笑，一个个连忙上前帮他拉着架。二娃，你花婶说的是真的？你真要把1头野猪送给村里？他不是不相信花婶的话，但还是想着确认一番，免得让村民空欢喜一场。魁叔比真金还真，不过另1头我要拉去4、9成的，所以给村里的野猪我要5斤肥肉、5斤瘦肉就可以了。还有猪下水和猪蹄要给我，其他的魁叔你就安排吧。真金值几个钱啊？可换不来猪肉。行，按你说的办。不过猪下水那么臭，你确定要？是的，魁叔，这个野猪你们就抬去，你等喊个人给我送过来就行。剩下的这头我就先带回家了。猪下水处理干净，味道也很棒，刚好给爷爷下酒。买酒回来，爷爷都还舍不得喝呢，而且家里也没个下酒菜，喝着也不得劲。今晚刚好给爷爷整点。没问题，铁头，你们2个帮二娃把他的野猪抬回去，其他人把这头抬到大食堂，然后都叫家里的婆娘过来分肉，骨头我们一起熬汤喝。铁头2人直接把野猪抬到了院子里，然后对着梁振国和院子里的老爷子一阵感谢，裁缝一般朝大食堂跑去。二娃，你还真抓到野猪了呀？哟，还有1只狗獾。不过铁头这俩小子帮个忙，怎么还感谢起来了？梁振国把他送了1头野猪给村里的事给爷爷说了一下，爷爷认可的点点头。原来这样，都是乡亲，给村里做点贡献也好，以后往家里拿肉拿粮也少些人嫉妒。此时听到村子动静的奶奶也领着2个妹妹从2大爷家回来了。二娃，你这孩子咋那么大方呢？就算给村子里，咱们家也可以要20斤肉，你怎么就只要了10斤呢？奶奶，我们还有1个狗獾呢，还有1副猪下水，这个我跟厨师学过，保证会做得很好吃的。还有猪蹄我也要了给2大爷家，他们等等也会送过来的。肉，红烧肉。小丫头指着野猪，顺便还想过去摸摸。梁振国眼疾手快，立马把他拎起来抱着。又脏又臭，可不能碰，知道吗？我们今天也试试这个狗獾味道怎么样。随后梁振国避开爷爷奶奶的视线，把猪下水收进空间洗干净，然后把舍不得放料的奶奶赶出了厨房，自己做饭。花了快2个小时，他才把红烧狗獾肉和爆炒猪杂做好。二娃，你咋做这么多菜？这得用多少油啊？奶奶，吃不完明天吃，这爆炒猪杂刚好给爷爷做下酒菜，我和爷爷喝2杯。你啊，小年纪就要喝酒。二锅，这个肉真好吃。小鱼儿吃了1块狗獾肉后，顿时眼睛一亮。那你们觉得上次的红烧肉好吃，还是今天二哥做的好吃呢？我来说，二哥做的好吃。狗獾肉的味道确实比野猪的要好吃。爷爷，今天的菜很适合喝酒，让小玉去喊2大爷，我们陪您喝2杯。爷爷这就拿酒，这菜我早就想喝点了。我去喊2大爷。这老酒鬼天天盯着他的几瓶酒，早就想拿出来喝了。没一会，小玉就领着2大爷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大龙哥3兄弟，几个人就这么边吃边喝，开开心心吃了好几个小时。爷爷第2天一早就给他去村长家借了板车。二娃，我去村长家借了1辆推车，不然这200多斤的野猪你带不到4、9成。虽然我可以把野猪直接收进空间，但有个推车倒是能做个样子。要不叫上小虎和你一起去吧？那么大的野猪拉去4、9成得多累呀！而且多个人也安全些。我听说过最近有谋财害命的亡命徒。不用的，爷爷，白天去安全的很。我现在力气大，这野猪对我来说问题不大的。反正你注意点。昨天你刘大娘说隔壁村的小伙去卖野味，路上就被劫到了，伤了4、5个人呢。遇到危险保住自己，拿东西给他们也行，别让自己受伤。几个时辰后，梁振国再次来到罐头厂门口，早在前面巷子里，他就拿出了最大的野猪。赵哥，我又给你们送野猪来了。这头野猪也太大了，梁同志你也太厉害了吧！你自己去后厨，我去叫林主任。郑国，你又给我们送了个惊喜啊！这小同志能耐可真不小啊！我们厂的采购求爹求娘都搞不到多少肉，人家才几天就又送来1头400多斤的大野猪。林大爷，走，郑国，咱们去办公室聊，他们称好了会来通知的。好家伙，423斤的野猪难得一见。确实，在山里这种大炮很少，也是我运气好碰到落单的，而且位置又好，不然我可不敢打他。林主任诧异的看了梁振国一眼，他本来以为梁振国是替村里的猎户或者其他朋友来卖的，原来他自己打猎就有一手，还真是小看了他。价格咱们还是按1.8块1斤。郑国，你还是跟上次那样，
不过这次白面粉的量不多，这次只能给20斤了，但大爷可以给你张自行车票。林主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要是10天半个月，那分给梁振国30斤没问题。但他也没想到，才过了几天，梁振国就又抓了头野猪。他实在不好挤出来这么多粮食，不然多多少少有些影响。林大爷，20斤小的就感激不尽了。随后林主任便给他拿来了20斤白面，同时还有自行车票和一堆别的票，最后还有720块，加上他之前剩下的钱，他的存款一下飙升到了1350块了。先去百货商店买辆自行车，然后去派出所再买一头野猪，顺便把枪和自行车去登记一下。随后他绕进一个巷子，把后座上的大包小包都收进空间，然后又把一头野猪套在袋子里，绑到后座上。蹬着自行车，梁振国很快就到东城区的范围。突然发现不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展开精神探测后，发现是一处公安的抓捕现场。放下枪，不要伤害孩子，周围都是公安，你以为你还跑得了吗？放我离开，不然老子一枪打死他。不能退，这可是情报里标红的特务，背后还牵着好几个案子，放他走，别说咱们，连所长都得跟着吃瓜烙。我能不知道吗？可这孩子突然跑出来被他扎了把柄，咱们现在根本没法动手，万一伤了孩子，于公于私，咱们都没法交代。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进退两难，前有穷凶极恶的特务，后有无辜的孩子，现场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不远处，梁振国悄悄绕到了绑匪的身后，正好能帮上忙，就搭把手吧。梁振国弯腰捡起一块小石头，他指尖微动，石头悄无声息收进空间，片刻后再拿出来时，两端便尖锐。嗖！飞石如箭射出，精准命中劫匪手腕。啊！凄厉的惨叫响起，劫匪手里的手枪掉在地上，赫然能看到一个被飞石洞穿的小洞。公安一拥而上，将失去反抗能力的劫匪死死按在地上。同志，感谢你出手相助，不过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是飞石。同志，你居然还有这绝技，你是真牛。同志，还要麻烦你跟我们去一趟所里，我们要跟领导汇报一下，领导也会感谢你热心帮忙的。没问题，不过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还好没出意外，好样的，今天大家都有功劳。此时梁振国诧异地看着为首的公安，正是和他有一面之缘的孙建文孙所长。孙所长，是你小子啊，你怎么出现在这的？所长，这个小同志可是帮了我们大忙啊。王警官接过话茬，一五一十地讲着刚刚的经过，同时对着梁振国就是一顿夸，让孙建文连连侧目。好小子，好样的。孙所长，这次刚好碰到，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自然应当鼎力相助。这个时候不在领导面前表现，那岂不是错过了大好机会？不错不错，年轻人就应当如此。不过你这飞石能力应当练了不短时间吧，都成了一门绝技了。走，我们回所里聊聊。好的，孙所长，这次我还给你们带来好东西呢。哦，什么好东西？不会是野猪吧？还真是野猪啊！好小子，快走，别被其他队的发现了来打秋风。随后孙建文招呼着梁振国跟着，其他人押着特务回去，他们要赶紧押回去审问，这些可都是功劳啊。随后几人就到了孙建文的办公室。所长，真是野猪吗？是这位同志要卖给我们所里的吗？哈哈哈，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啊！振国同志，你小子真是个福星，你们几个去审犯人，留下2人抬猪就行。之前既然答应了所长，那我自然要做到，不是吗？上次随便提一嘴，没想到你还记着，而且现在就给我送来了野猪，你孙大爷记住你这人情了。孙建文这时对梁振国是真正认可了。上次只当他国是一个有点能力的猎户，为人如何尚不可知，但今天他的见义勇为、积极的政治思想，还有为人又正直坦诚且热心，可谓是妥妥的社会主义好青年啊！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孙大爷你太客气了。以后有啥事就跟你孙大爷说，只要不违纪违法就行。孙局长这人太客套了，反而不好，我还是直接说吧。孙大爷，我来所里还真有正事。啥事？你有案子要报？没有，我是想麻烦所里帮我登记一下我这把猎枪，还有我这个自行车刚买，钢印还没打呢。行，我安排人给你登记，不过你要记得规矩，不能乱用。好的，孙大爷，我知道的。随后剩下的2个一脸高兴地抬着野猪跑了，顺便按他给的信息去登记信息和上钢印了。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啊！要是我一个人来，不说有这个办事速度，枪不被扣下就不错了。振国，你们公社离4、9城还挺远的，你是一大早就出发了？家里没亲戚朋友在4、9城？来都来了，顺便打听一下现在的房应该是怎么买，有机会的话还是在4、9城找个正式工作过渡一下。这个没有，家里几代都是在田里讨生活的。孙大爷在4、9城没有工作，可以买房吗？当然，房子可以挂在街道办。现在房屋大多都是公家的，除了一些自建房，但第一就是国家的。梁振国想在4、9城工作，自然是想要买一套房的。一般没工作很难搞到房，现在很多工人都等着分配房子呢。4、9城的房实在不够分配，没有工作哪会轮得到？
除非是找小资本地主家的房子租，但一般人可不会租。不过以你的能力，肯定能够在4、9城找个工作，到时候我倒是可以帮你在街道办打个招呼，会很快给你分配住处的。现在的工作没有那么容易找，没有工作指标，谁都没办法。而梁振国有野猪开路的话，一个工作指标还是能够搞到手的。那还是等等吧，现在我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工作呢，就先不麻烦您了。你小子，工作咋还挑挑拣拣的呢？也就你敢这么说，就算是一个扫厕所的工作指标扔大街上，怕是打破脑袋都要抢着去。主要是我想走出去到处看看，不知道什么工作合适吗？如果你想走出去，那适合的只能是火车上的工作，比如铁路公安、供水员等等，还有运粮站的司机。不过这个可是技术活，就算是收学徒也要看机会的。另外就是各个厂负责押运的保卫员，这2个工作的门道可多了，很危险的。这里面最符合我想法的是乘警，不过这个用野猪也搞不定啊，得有关系才行，或者刚好有退下来，家里又没人接班，拉关系运作一番，买下名额。孙大爷，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您可得帮小子留意一下啊！只要是野猪能搞定的，都不是问题。行，你孙大爷还是有些关系的，有消息我帮你留意着，顺便帮你引荐。至于其他的，就只能靠你自己了。看梁振国一副要多少野猪就有多少野猪的神气样子，孙建文笑了笑，然后又哭穷道：你孙大爷家里人多，所里也有一群大小伙，有野猪你也得想想咱们派出所知道吗？不过价格肯定比不上国营饭店的，所以大爷只能给你1块2一斤。果然还是大工厂和饭店有钱啊，价格上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比国营饭店给的足足差了8毛钱。这个没问题，价格无所谓，毕竟公安同志和军人都是为国家流血的公仆，要不是怕坏你们规矩，钱我都可以不收的。哈哈哈，好，我没看错你小子，不过钱肯定是要的。孙建文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什么人都见过的老油条，自然分得清他是说客套话还是真的想送。这小子是真心愿意白送，这年头可没几个人会把辛苦上山打的野猪舍得拱手让人。接下来他取了登记好的枪支，还有自行车的钢印，同时还有300多块钱，随后就告辞离开派出所了。随后梁振国又到国营饭店卖了1头小野猪和狍子，走出饭店时兜里又多了几百块，现在他的钱加起来已经2000了。随后驮着一麻袋物资就回家了。奶奶，这些粮食还有别的吃食，您看着分吧。南瓜也可以分2大爷家几个。对了，这是100块，您收着。你拿着，家里又不花钱。奶奶你就收着，算是背着给我娶媳妇的钱。听到媳妇奶奶就精神了，当即接过钱。对对对，二娃是时候娶媳妇了，到时候该找谁介绍介绍呢？王婆消息灵通。看着奶奶开始进入状态，梁振国无奈捂着额头，早知道就不找这个借口了。今天的晚饭肯定逃不过奶奶的絮絮叨叨了。差点忘了，二娃，娟子拍了电报，邮递员今天送到了村里了，刚好我见到就收了，你看看信。听到这个名字，梁振国顿了顿，脑海中立马浮现出关于他的记忆。大姐梁娟，嫁给了邻村的大姐夫，后来大姐夫当兵被派去了秦岛，大姐也跟着去随军了，好像只有娘亲去世时回来过一趟，办我大哥后事时他也没有回来，之后也没有收到任何信件。梁振国拆开信，里面除了一封信还有50块钱。二娃，娟子说什么了？是不是出事了？奶奶是好事，大姐生了个儿子，其他就是问我们过得好不好。那就好，那就好，生了儿子在婆家才不受气。不过你皱着眉头做什么？是不是还有其他事？大姐问我们是否安好时，把大哥也加里面了。看信里的意思，大姐似乎还不知道哥的事。当时我让你爹给娟子写信了呀，没收到，还是这个畜生压根儿就没写。我更相信是后者，拍电报是要花钱的，以那2人的尿性，这事还真做得出来。尤其是马兰还特别看不惯大姐，理由很简单，大姐嫁得比他好，过得也比他好，心里不平衡罢了。不知道就以后再说吧。娟子刚生了孩子，知道了情绪不好，影响身体恢复。奶奶，要不我去一趟大姐那吧？几年不见，刚好趁这个机会去看看。梁振国想去秦岛，主要是想看看大姐过得怎样，顺便给大姐带些东西。这怎么行？你还小，又没出过远门。刚还张罗着给我找媳妇呢，现在就又说我年纪小。奶奶，我都18了，而且我去过4、9城，那里的火车站有直通秦岛的火车的，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久了点。行吧，不过万事要小心，火车站什么牛鬼蛇神都有，不要鲁莽了。二锅，我也要去。小玉此时也看着梁振国，2个小丫头主打二锅去哪我去哪，就让他们去吧，他们还没见过娟子，正好去认一下。不让去的话，二娃子不在这些天，他俩也是天天哭的脑袋疼。梁振国直接去村长家开了张去秦岛的介绍信，然后被2个小丫头玩了一天，
悠闲时光很快过去。次日就到了去秦岛的时间。二娃，你这是带2个妹妹去哪呀？花婶，我们去我大姐那。咋了？你这是带着妹妹要去投奔你姐吗？你们以后都不回来了？要是这样，他们可有点不舍。毕竟梁振国前2天才给村里送了一头野猪，是个懂事重感情的人。各位大娘，没有这事，是我大姐生了个儿子，我去看看就回来了。而且我也舍不得爷爷奶奶啊。这些大娘脑洞一转，什么都编得出来。我一出门就会有人说我们在爷爷奶奶家受了委屈，跑去投奔大姐了。原来是娟子生娃了，我还以为二娃不想在咱们西岭村了呢。我们赶时间，就不跟大娘你们聊了哈。他们今天运气不错，刚离开村子就碰到了邻村一架去4、9城的牛车。等到了4、9城，都到了中午，然后就去国营饭店吃了顿饭。两小兄弟是要吃饭吗？这2个可爱的小丫头是你妹妹？现在正是吃饭的时间，饭店里一群人傻眼的看着一脸笑容的刘大妈。他们进来吃饭时，刘大妈可是一副你们爱吃不吃的模样，哪有这般热情？这个年代的服务员可是8大员之一，对于顾客从来都不惯着。饭店墙上贴着绝不无故殴打顾客的告示，可不是没有缘由的。是的，刘大姐，给我们上点菜和包子就行。晓得了，你先带妹妹去坐着吧，大姐去给你安排，很快就好。周围吃饭的食客都没见过刘大姐如此和颜悦色，有些好奇多看了梁振国几眼。这年纪肯定不是领导，就觉得应该是刘大姐的亲戚。二哥，你认识那个大娘呀？这个大娘可真热情。之前哥哥就是卖野猪给他们的，而且昨天我们吃的红烧肉就是里面那个大爷做的。吃完午饭，打包了包子路上吃，然后3人就往火车站走。旁边有个抱着一个5、6岁小孩的男人，梁振国就想问问他有没有去秦岛的车。大哥，你也是去秦岛的吗？你知道几点有火车吗？男人转头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点点头后就不再看他。见他一副不想跟你说话的样子，梁振国扫过那男人怀里睡着的小男孩时，目光微微一顿，然后又不经意地问道：大哥，你儿子是玩闹累了吗？还睡得挺香的，小家伙长得还挺可爱。说完，在男人没反应过来时，笑着轻轻捏了一下小孩的脸蛋。男人急速后撤2步，但在他退开的瞬间，梁振国的手微不可察地用力掐了下小孩的手臂。别乱碰我小孩。大哥不好意思啊，我只是觉得他长得跟我妹妹一样可爱。这家伙肯定是个人贩子，那孩子应该被喂了安眠药，掐都不行，等上了火车再找乘警抓他，免得打草惊蛇。随即梁振国就一直盯着他和孩子，直到上了火车。运气还挺好，和他在一个车厢。小玉，哥哥有点事，你看着妹妹，哥哥等会就回来，就坐在这千万别动，知道吗？哥哥，我知道。随后梁振国就去找了车上的乘警，和他们说了车上有人贩子的事。乘警们听说车上有人贩子，打着您错过不放过的原则，同意和梁振国去找那个人看看。警察同志，我是平民，等会我进去把孩子抢下来，保证孩子的安全，然后你们再进去。我在火车下和他说过话，他不会怀疑我。好，不管如何务必保证孩子的安全。如果他真是人贩子，你就立了大功。随后梁振国悄悄走到了人贩子身后，趁他不注意抢过孩子，还给了他一脚，一下把他踹到了地上。两边的乘警冲出来就把人贩子按在了地上。公安同志，就是这人，他有问题，我怀疑他拐卖小孩。那就是我孩子，你不要胡说八道。公安同志，他打人了还抢我孩子，你快把他抓起来。哼，还贼喊捉贼，这你小孩？你长得像麻瓜一样，你问公安同志瞅瞅这小孩哪一点长得像你？听着梁振国讽刺的话语，周围的吃瓜群众都不禁笑了出来。第二，你一个穿得像个乞丐一样的人，坐票你都买不起，儿子的衣服却是在国营百货商店买的，的确良，价格还不低，而且干干净净的，你觉得合理？最后一点，我们都这么吵了，这小孩一点反应都没有，谁家小孩是迷晕了再带上车的？见梁振国有理有据，公安们顿时信了8分。走进去看他抱着的小孩，简单检查一番，确定了小孩不是睡着了，是真的被迷晕了，其他的情况也和他说的一样。小子，你找死！就凭你们还想抓住我？这时男人眼中的狠辣一闪而过，忽然挣脱了抓住他的人，就想跑。梁振国看他想跑，又一脚把他踹倒。老实点，别想跑。之前如果只是有嫌疑，那在他想跑的时候就确定这货肯定有问题了。那公安同志，这个人就交给你了，我还要回去带妹妹。说着，梁振国把小孩交给了公安，便回到2个妹妹身边。刚刚的那一幕他们也看到了，小玉正抱着妹妹紧张地看着，直到他来才松了口气。二哥，他是坏人吗？对，他是个拐卖小孩的大坏人，想把那小孩带走，如果被带走后就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所以啊，以后你们见到陌生人可不能随便相信，知道吗？知道了，二哥。同志，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详细经过，然后再登记一下你的信息。我们上报之后有奖励的话也会寄送给你，而且小孩的家人找到了，要是问起来我们也好交代。随后梁振国就和他说起了事情的经过，然后坐了1天1夜火车才到了青岛。